梅林手里的令牌果真是假的。想查假令牌，还有当年军制司上下所有相关人员。或许这真的可以成为东宫罪证，怪不得王爷要打断计划，冒险去救梅林。王爷，你的伤死不了。太子为了自保，必然会守着张毅。咱们的离间计成功了，接下来只等张印开口反咬太子。盯紧张印，有任何风吹草动，随时来报。是。把殷将军送来的东西抬到库房，慢点儿，往这边走。大家都小心一点。殷将军换班回京了，这人还在路上，就差人将一箱箱的补品送来。王爷，殷将军这些年还是记挂你。照例入库吧。是。殷将军回府，随时来报。将军听闻景王遇刺，连夜赶回召见，一路上连口水都没来得及喝上。为何此刻不去景王府探望了？本将无需亲自探望，已经送去补品了。他若想回礼，会亲自登门。将军年年送礼，年年毫无回应，将军又何必白费这心思？这是刺杀景王的那个西安美人的画像。我让你查他身份，你给我他画像做什么？此人身份我已经查过了，没有什么问题。圣旨所说应该就是真相，他不堪受辱，所以刺杀景王的。哼，还挺有骨气。景王这些年真是越发的荒唐，将军何必还惦记着他？同袍一场，我实在不愿看他就此沉沦。不过，我觉得他现在的想法应该已经改变了。西安美人御前刺杀，他能求情不计较，无非是顾全两国和亲大局。快点，赶紧搬进库房，快！这是景王送来的回礼？不是，兵将军，是太子殿下送来的，恭贺将军回京。我们带回来的东西，挑两样给东宫送过去，就当回礼了。是。你这丫头太野了！皇上说，只要我能打赢你，便能随你们一同出征西燕。那我更不能让你赢了。在这场上，本将可不能腾出手保护你啊！我才不要你保护！上好的千年寒铁所制成的，只有这一把。给我的！老规矩，赢了才是你的。本将赢了。殷将军武艺超群，景和甘拜下风。不过，既然我送了你一个宝贝，你也该还给我一个宝贝吧。你想要什么？等我想好了回礼，再向你讨吧。
我就知道，你一定会重新站起来。殷将军，咱们多年未见，今日不醉不归。可惜只有美酒，少了些乐趣。不如叫几个武器过来助助兴。将军府可没有武器。哎呀，可惜了。本王听闻殷将军得了一南洋宝物赤福子，听闻此物解千愁忘百忧。你说是这杜康解忧呢，还是那赤福子解忧啊？这就是你来将军府的目的。如果将军肯割爱的话。你可知此物久服会致人神志不清？知道啊。不过本王看将军可是清醒得很呐。我吃赤福子是用来止痛的，而你是用来沉沦避世。我以为你已经想通了。早想通了。佳人在侧，金樽美酒，可不比那些枕戈待旦的日子逍遥快活多了。连营吹角，沙场点兵，护大燕国境，万事太平。渭北将军的宏图壮志，你都忘了吗？现在哪还有什么渭北将军啊？是逍遥景王。渭北军没了，还有平南军。只要你能重拾志向。本王是罪人，让罪人带兵上阵，无颜面对青州百姓啊！青州已经烧了，但只要青州这个地方还在，它就能滋养大燕的万千百姓，这都是你的功劳。打仗哪有不死人的？渭北军葬送青州，就当是赔罪了。不值得再葬送渭北将军。将军一席话，振聋发聩呀。可惜本王郁结多年，一时难以解开。本王是为了赤福子而来，还望将军不吝相赠。好，老规矩，赢了便是你的。将军武艺超群，整个大燕将士无出其右，本王甘拜下风。那这赤福子便不能给你。殷将军，这把匕首的回礼该还了。什么人？死不了。王爷，张毅去了文华阁，梅林姑娘也去了。
求美娘助我前往西燕。张大人，我们的交易已经结束了。我若死了，这鸿胪寺也就容不下你了。凭借此物，会有人接应你。多谢美娘。参见主人，所有墨脉死士集结完毕。墨脉，擅长主人。景王已经查到我们，青州一旦犯案，必是死路。所有人停止行动，隐藏于民。是。今夜文华阁，一个活口都不能留。原来你才是青州真凶。是林一，究竟是谁？差姑，现在什么时辰了？皇上虚时才来芳华殿，还有半个时辰。哎呀，我阿兄给我的刀呢？啊！公主，公主，刘公公特意说了，持刃侍寝也是重罪。公主，公主，再来一次！皇上可是真的要降罪了。知道不就好了吗？皇上驾到！
臣妾见过皇上。你是怕朕？臣妾不怕。皇上，臣妾不，我不会，我。朕知道你不会，你只是害怕。是，臣妾是有一点点怕。这个匕首是我母妃跟我阿兄留给我的，有他在我就不怕了。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知道，这个是洞房夜胤禛姐用的，嬷嬷告诉过臣妾。你过来。是。把手伸给我。忍着点儿。朕要的不是一个燕妃，而是大燕和西燕的和平。只要你能安心地留在大燕后宫，朕不会强迫你的。等你想明白这些道理，这把匕首才能还给你。皇上，臣妾都明白的，都懂。公公，文华阁失火了啊！哦，我知道了，去！找到了。找到什么了？冠仲，其草叶似凤尾，其根一本而种之贯之，故根名冠仲，可止血祛毒。你疯了！枫香树，树质微苦，可止血生津。手头不灵了。枫香，树枝高大，树皮呈灰褐色，枝干有绒毛，叶子呈红色，有三角，而香。北晋雪莲仙丹解百毒，南阳赤符子解百毒，西域古芩粉解百毒。不必找了，
赤福子本王找到了。赤福子找到了，仇人找到了，文华阁莫脉死士。暗藏主人。王爷，梅林为何突然会神志失常？他服用了赤福子，产生了幻觉。他去文华阁是为了找赤福子解毒？莫脉死士恐怕就藏在文华阁。秦爷，速去文华阁查探张英的下落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你在文华阁都看到了什么？我看见了你，梅林参见主人。说清楚，留你一命。赤福子找到了，你休想让我再杀人！我不是你的杀人工具。你利用青州的仇恨去杀害无辜的人，魏北将军他是被冤枉的，他不该死。该死的人是你，暗藏主人。又是幻觉。痛吗？暗场是不能有痛的，是你把我变成了杀人工具。暗场的第一课就是挨打，一直打，一直打，一直打。打到你痛死，或者不再喊痛。哎，来一口。阿爹，阿娘，阿爹，阿娘，哎，来，好女儿。哎，你娘今天就让我喝这一壶，你还抢？阿娘，爹不给我，撒娇也没有用，不给喝。来，吃果饼，吃。你甜吗？嗯。我阿娘做的果饼最甜。那是。我想好了啊，等魏北军进城，
阿爹，你继续打石头。阿娘，你开个果饼铺子，咱们家果饼铺子生意肯定好。你天天让你爹打石头，你干什么呀？对呀，我护着阿娘呀。哦，阿娘，来，哎，什么东西？你是孩子，你说这实在是你爹给你打的嫁妆，你插我这儿干嘛？哎呀，我又不嫁人，你净胡说，哪有女子不嫁人的？不过你放心，就算你嫁了人，我和你爹也不会让你受欺负的。以我的身手，受欺负的是那个人，受委屈的女婿不好招。你们两个就别惦记这个事。不嫁就不嫁，爹养你一辈子。必须嫁。不嫁。不嫁。嫁。不嫁。坚决不嫁。坚决不嫁。不嫁。家没了，我回不了家了。阿爹阿娘说过，有春花的地方就是家。找到春花，就能找到回家的路。小花，跟我回家吧。你不愿和我一起回家吗？走啦。走吧，跟我回家。花在这儿。跟我回家了。这儿也有花。这儿也有。这有2朵。这儿还有很多。到家了。王爷，属下刚才替姑娘把了一下脉象，姑娘的末脉之毒未解，
赤福子的药性使中毒的表征消失了，只是缓解了毒发，为她换得1年之期。赤福子本可解毒，但是梅林姑娘的体质与常人不同，想必在流浪时为求生计，食过太多腐物，伤了身子。若为了解毒再服用赤福子，会即刻暴毙身亡，没有解药。赤福子带来的希望只是虚妄。是否还有别的办法？属下可为姑娘配置解毒药方，需要许多珍稀药材，找其绝非易事。尽快找，需要什么尽管问。姑娘只有1年之期，就算解药配置成功，她也未必等得到啊。若等不到，那便是她的命数。王大人，殿下还在寺内抄经，任何事不得扰。王大人怎么也忘了规矩啊？好。殿下。殿下，文华阁全都烧没了，张印也被烧成了灰烬，就只剩下这根玉扳指。此人当年就该死了，殿下留他10年寿命，他也该知足了。老三呢？啊，景王的人赶到文华阁的时候就已经晚了。张印这一死，景王手里的证据也就死无对证了。可惜呀。文华阁这么多珍宝，因为一场大火付之一炬。想当初建成的时候，我和老三还进去偷过一把战云剑呢。三弟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本宫还是希望能做回你的大哥。皇上。朕输了，也是难为你了。每次和朕下棋，都要多分出3分心力去算，究竟要差朕几个子。陛下明鉴，陛下棋力雄劲，每落一子都纵览全局，而外臣却只纠结于一边一角的得失，终究是外臣棋力不上，故而每次输于陛下。公子不日即将离京，朕恐怕再难找到如公子这般的棋友。不过朕一直有心事萦绕，难以成眠，也只有公子回了西燕，方能解。外臣新近做了一些香粉，具有安神之效，愿能为陛下解暗毒之法。快点上。有梅花的清香。此香名为雪中春信，是臣照着东篱居士的香方做的。正月里的梅花积雪所化之水，再调以沉香、松露、零陵等10几种香料，揉捏捶打7歇49天而成。琴棋书画、簪花斗鸟、酿酒之香，朕看天底下就没有你不会的。外臣所得，不过是些无大用的消遣，承蒙皇上抬爱。可臣回了西燕之后，
又能做些什么呢？大燕和西燕两国长久交好，是朕的毕生所愿。朕有止战之心，西燕有和平之意，这仗就打不起来。公子回西燕，能做的事可不少啊。臣愿为两国和平竭尽全力。临走之前，外臣还有一奏：事关和亲美人的分赏，或能消弭两国隔阂。大言乃礼仪文化之邦，而美人们大多出身于尚未开化之地，对言文言俗知之甚少，一生误解。外臣以为，鸿胪寺的美人们若能先行习文，再而分赏，或能互生理解，不负两国交好之初衷。此法甚好。皇上若信任臣，外臣愿为美人教习，竭尽弘扬大言文化。待美人们进学完毕之后，外臣再回西燕也不迟。朕知道你担心燕妃，可燕妃是两国和平的象征。只要大燕和西燕交好，燕妃便能在大燕终老无恙。不过念你们兄妹难得相聚，朕与你统领鸿胪寺教学事宜，待和亲事毕，再回西燕。外臣定不负皇上所托。外臣告退。越听公子回西燕，燕妃就再难见到他了。3日后，鸿胪寺开学，让燕妃去鸿胪寺看看吧。是。一颗死棋，竟然走出了活路。王爷，文华阁已经烧成废墟，尸首难辨。毒真的解了。你在文华阁究竟看到了什么？王爷，我看到了暗场主人。暗场主人？他说，王爷已经查到了他参与青州之时，要求所有的默脉死士停止行动。你看到的，是不是一个眉骨有疤的中年男子？他是谁？兵部尚书张印。张印，他就是真凶。他没有死在文华阁，他从密道逃走了。所有的默脉死士都穿了灵衣，显然是遭人灭口。在文华阁纵火之人，是不是和青州屠城有关？本王也在查。张印他为何要在青州纵火？青州一战，本王革了他的职，他怀恨在心。他想杀王爷，可以派很多个像梅林一样的默脉死士执行任务，可他为何要拉着10万个无辜的青州百姓陪葬？本王也想知道。要杀本王尽管来杀，何必要拉着无辜的魏北军将士陪葬？